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第150期的百问啊。最近机器越来越多了，这个我们测试的数据、测试的新机也特别多。到年底了，先问大家一下啊，今年你换手机了吗？可以做弹幕啊。OK 啊，那咱们就不废话了，来看一下第150期有哪些小伙伴提了什么问题都上电视了。高的票较少，百问马上开始。经常为别人出镜做推广，这次我们为自己代言。小白有品 APP， 一个只卖精品二手的平台，有手机有电脑，还有各类半价潮物，国行正品带票，闲置手机也可以好价回收，赶紧搜索上车。第一个问题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在下日天大人。这名字很酷啊！小白，我马上要换手机了，预算在3000到5000啊！我看那个 iQOO 7和小米11都挺香的啊，你推荐买哪个呢？红米 K40值不值得等呢？红米 K40值不值得等？它的这个性价比呢，肯定是最高的，应该说是因为它已经官宣了嘛，2990起。当然在这个价格里边呢，它肯定除了处理器之外，会做其他的一些阉割也好啊，或者说一些妥协也好。所以说你还是关注一下 iQOO 7和小米11啊，因为他们两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水桶、比较全面的一个旗舰。单论手机的质感上啊，我可能更推荐小米11一些，因为在各方面来讲的话，它的做工啊，然后 ID 设计方面啊，在我们内部评价都比较好。但是如果要是你比较强调充电或者说强调游戏方面的话，那么 iQOO 7是更好一些，因为它有120瓦的这个快充，然后骁龙888它们两个调教的我感觉都基本差不多吧。在游戏方面 iQOO 7有这个双帧的马达，然后加上一个压感屏，对于你经常打游戏的来说，这个压感屏真的是非常实用的啊！这个之前我们都出过视频。然后小米11这边呢，非常的水桶啊，他们两个这个影像方面啊，这个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提升。所以说，如果你追求拍照的话，你可以等等年后的手机，他们的倾向各自都是不一样的啊。OK， 下一个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苏轼，也爱吃东坡肉。为啥你测试的 iQOO 7温度那么高啊？别人的都比你的低。这个在 iQOO 7测评发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这个我先把我们测试原神的时候这个环境先给大家打出来啊，在这里边全部详细列出来。然后对于温度的这个不同呢，我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环境温啊，记住这3个字啊，就是我们在一个什么环境里边去测试它，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在22度的环境里边测的，有些人可能是在20度的环境里面测的。小白测评数据库1年4季所有的发热数据都是在25度的恒温条件下测的。我们在每次发数据库的这个动态的时候，全部都跟大家强调过这个点你可能没有注意到。除了环境温度，另外还有2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测试帧率的时候，并不适合发热在同一个条件下测试的，因为在测试帧率的时候需要插着数据线来去检测它的这个帧率的波动这样是最稳定的。但是对于发热插着这根线会在功率上造成影响，所以我们会把它拔掉，再单独专门再测试一遍游戏，然后来专门的单独的提取它的发热数据，这样可以把误差降到最小。另外第3个就是大家很多小伙伴也有的一个误区，就是认为一台手机在发热的时候，它的最高温一定会出在后面，这个不是的，因为根据后背的这些散热啊，或者说各方面的这个散热调教啊，它是不一样的。有些时候手机的最高温会出现在边框上面，有些时候手机的最高温会出现在正面。比如说非常典型的 iQOO 7的最高温度，它是出现在正面的，但是你也感知会非常强，因为你正面这样打游戏对吧？这3个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OK， 第3个问题是来自白明星光的小伙伴陈欢 CH， 小白 S21， 我看你已经体验了啊，我现在用的是 S20， 你觉得我有必要更新吗？相比于上代升级大吗？这次的 S21系列呢，我们在小白测评的频道已经发了一个详细的上手体验，可以去看一下。我个人感觉啊，这次升级不大三星呢是通过这次升级呢，把3台机器划分了非常明确的一个层级尤其你之前用 S20 的话，或者 S21 Plus 的话这次我觉得是没有必要更换 S21 的，因为它几乎没什么大的升级，而且20这边后面的材质变成了塑料，这次的 Plus 这边呢又没有 HM3， 也没有 2K 的屏幕，所有的升级呢都集中在了 Ultra 上面除了处理器之外，在相机方面最大的升级就是最新的 HM3 的1像素镜头变焦的稳定性方面确实还是做了不少的优化，还有 S Pen 的加入，让 S1 Ultra 更像是一个升级版本的完全体的 Note 20 Ultra。第4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唐泽是我想买一款降噪耳机目前在Realme 的8C Air Pro 和魅族的蓝牙耳机 Pop Pro 之间纠结，你更推荐哪一个呢？其实这2款耳机的官方价格呢都是499，但是 Realme 呢它这个发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其实它这个降价是比较快的这个最低价格呢是达到了
300多块钱啊，在第一层方你就可以入手了啊。魅族这边呢是要贵了100块钱。realme 的这个耳机在我们之前的耳机横屏中已经出现过了，魅族的这个呢，在我们的日常的体验中呢，它在降噪效果上啊，其实这两个大差不差啊。但是如果硬讲的话，其实要比 realme 的稍微好那么一些啊，在底噪上啊，在这个降噪之后的这个核心功能上啊，在质感上呢，耳机盒上啊，我觉得魅族的这个耳机盒是要更加的这个精致一些、紧凑一些，当然跟这 AirPods Pro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设计非常不魅族。然后在耳机的这个做工上呢，其实realme 的这个要更好一些，魅族的这个公差其实相对来说大一些，比如说这种核膜的位置啊，这种缝隙啊，其实会稍微的大那么一点啊，这个就是工艺上面。好，下一个是来自白微星光的小伙伴ZYX 小白，最近仿胶片类型的摄影 APP 非常火啊，女朋友很喜欢，这个小白有没有推荐的啊？好给我的女朋友拍照片。这个问题啊，我们咨询了一下工作室的小姐姐啊，因为他们都非常的懂，这个给我推荐了好几个，比如说这个 Normal，最后一卷胶片等等啊，我们整理了4个这种胶片相机风格比较好看的拍照的这样的 APP 啊，你可以在百问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胶片这2个字啊，虽然有些软件下载是需要收费的，但是很多不用收费的基础胶片呢也都很好用啊，回复胶片2个字。好，下一个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米卡林啊，这个你好新版的续航测评和旧版的续航测评有什么不同呢？我看测评的结果差距好大啊，这个应该说的就是我们的小白测评数据库续航的标准在这次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调整。我们在 iQOO 7的那期视频中呢已经详细跟大家聊过了，我们改了哪里，你可以去看一下啊。其实最主要的就是3小时和5小时的这个续航的项目变多了，尤其是这个3小时的，我们之前由3个大项变成了6个项目啊，变成了6个小的这个子项，每一个子项呢全部都是半小时，这样的话呢更加贴近大家的日常使用啊，因为在日常使用的时候你经常需要拍照啊，刷这个刷那个。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之前的亮度从200尼特提升到了350尼特，把亮度也提升了，这个负载呢是要更重了一些，而且在5小时的重度续航里面呢要打开它的游戏和性能模式，这样的话更激进一些吧，这个增加一下它的这个压力然后第7个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罗杰泰勒的小迷弟小白有什么推荐的苹果充电器吗？不要求快充啊，不要太贵官网的那个实在是太贵了啊。这个充电器啊其实有很多，因为只要支持这个 PD 的，然后达到这个瓦数的就可以了比如说紫米也有它有一个套装专门应该就是针对 iPhone 出的20瓦充电头加上一个 Type-C 的 Lightning 的数据线80多块钱，然后还有就是比较热门的 Anker 这边也有这个小的这个充电头，但是那个要稍微的贵一些。其实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充电头这个东西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最后说明一下，不是什么恰饭啊。OK， 第150期的白问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这个上期的中奖小伙伴就是他，赶紧私信我们的小编领取奖品。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白问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干货多屁话少这6个字，我们将会随机抽取一位小伙伴送出我们的每期的礼物。另外还有就是想要你的问题下期上电视的话，也可以直接回复到公众号后台。OK， 干货多屁话少白问，我们第151期再见。